此事的确事关重大，需要长老会细细商谈一下了。这只紫影知道的东西不少，大师可以细细拷问一下。多谢圣皇，只是有些可惜，那些派到各族之人恐怕凶多吉少了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当初对此事也不好直接拦阻的。估计影族会在半路上对他们下手，希望他们能逃出升天。大师方才所说飞升修士，真有可能身怀那口玄天斩离剑？这怎么可能？刚才之言3分假，7分真而已。一界的玄天之物一旦形成，不过在没有通灵前，倒真能被带到他界去。韩立等人自然不知道，自己早已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棋子。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，正在蛮荒世界的深处等待着他们。这些货怪鸟也不知什么来历，竟能够识破我这条凌云舟的变化，还真是有些意外。这种怪鸟我也从未听闻过，不过蛮荒世界如此之大，未见过的古兽何其之多，我等未见过又有何稀奇的？凌云舟到现在才首次被识破行迹，妾身可已经感到有些意外了。这也说明，我等现在真的已经进入蛮荒世界深处了。下边的路程，这种遭遇绝不会少的。万一遇到哪些过于强大的古兽，我等必要时恐怕要舍弃紫灵舟了。这个自然，真遇到传闻中的百目巨人那等蛮荒存在，我等根本不可能应敌的，自然以保命首要了。韩兄，下边正好轮到道友轮值了，恐怕要多辛苦一下了。小姐姐，你先前施展的是黑凤族天赋神通大名鼎鼎的黑炎焰吧？此火焰果然威力惊人，名不虚传。此火不值一提，但叶道友手中的琵琶倒让我想起一件传闻中的宝物来。听说数万年前，天灵境中有位合体期的前辈炼制了一件刹灵琵琶的通天灵宝，位列混沌万灵榜之上。叶道友的宝物不知和此灵宝有何关联？没想到小姐姐竟然对我们人族宝物也这般清楚。我手里这件虽然不是当年的那件刹灵琵琶，但也是其一件仿制古宝，论威力也远不能和正品相比的。原来如此，就算如此，此宝也足可以和一般灵宝相比了。毕竟石化这种神通实在罕见，防不胜防的。韩道友，你修炼的飞剑倒很奇特。昔年一位也是飞升修士的前辈，那人当年是一名炼虚后期，
凭借72件飞剑布下的剑阵，竟可以力敌一名合体修士，在当时也算轰动一时。不知韩道友的飞剑是否也具有某种剑阵神通？哦，有这等事情。不知这位前辈尊姓大名，施展的是何种剑阵？在下修炼的飞剑如此之多，只是想以数量克敌而已，哪懂得什么剑阵？陇道友说的这人，我倒也听说过一二。听说是一名叫青原子的前辈，听说其修炼的功法是自己创立的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听说这位前辈在多年前进入蛮荒中，就再无消息了。一起。怎么可能？此地怎会出现这种东西？出了什么事情？韩兄为何召唤我们？难道又出现了什么危险？这是什么？难道是……那是什么？难道是真灵级存在？这不是真灵，是古兽雷龟。此龟据说是蛮荒古兽中体型最庞大的几个种族之一，一般只是凭身体吸纳空中的雷电，不会主动攻击其他生灵的。当然，它自然也是极可怕的存在，起码也要是合体期修士才能正面对抗的。雷龟，就是传说中在天雷中诞生的那种古兽。据说这种巨无霸只要有雷电供应，就可以无限膨胀下去。人族玄武境中具有脱城之力的那头参灵巨龟，就可能是一只雷龟。不好，此龟既然出现在此处，这里必定有可怕的雷暴出现。快驱动灵舟离开这片区域！雷暴！早就听说雷龟出现，必定有雷暴紧随而来。此事果然不假了。几位道友，快来助我一臂之力！好险啊！这次可真多亏了小仙子反应够快，否则稍一迟疑，我等都会被卷入雷暴中。虽然不一定会陨落其中，但绝对难以全身而退的。雷龟一般都是潜伏地下的，轻易不愿浮出地面的。只有感应到了什么地方有雷暴爆发，才会现身吸食雷电之力的。成年雷龟这种奇兽体内会诞生2颗异珠，一颗引雷，一颗辟雷，神妙万分。此龟对我们化神之辈来说，根本是噩梦般的存在。这次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是走大运了。不错，雷龟纵然是浑身是宝，没有合体以上修为根本不要妄想。而且雷暴一结束后，此兽就会再潜到地面之下。走吧，希望下边的路程能够顺利一些。不错不错，没想到刚传送到这里，竟然就遇到这么好的一只猎物。我正想炼制的10手巨魔还欠缺一些材料，这只雷龟倒也勉强可用了。天妙兄，这等东西可是见者有份的。你那10手魔反正只需要一些骨架而已。我助你斩杀此龟，但雷龟体内的2只雷珠，在下就收下了。玄武兄倒是打得好盘算，此龟身上最珍贵的就是这2颗雷珠了。道友动动嘴唇就想取走这2物，不觉得有些说不过去吗？呵呵，雷珠虽然神妙，但对你我来说都无大用了。我用1块麒麟真灵的臂骨换取这2只雷珠如何？既然玄武兄真有大用，小弟自不会做此恶人的。不过我们动作要快些，
不要误了大事。绝误不了大事的。你我联手，再加上你这头上古采放遗骸炼制的傀儡，灭杀一头刚成年的雷龟，又能花费多长时间？与此同时，韩立等人驾驭着凌云舟，正在蛮荒界中艰难前行。他们并不知道，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降临。小心！李兄，是谁在攻击我们？你们朝下看看吧。龙纹紫枝，传说中服用后可以直接提升一个大境界的天才地宝。难怪这两头蛮荒巨兽会在此对峙，连我们的灵舟被余波摧毁都毫不在意。食龙果，这可是炼虚级修士才能用的灵药腾龙丹的主材料，3万年能结果一次，就是生服下去也能凭空增长60年苦修之功的。这里竟能发现一株，看样子还刚刚成熟不久。我们要是能拿到的话，造化可就真大了。先看清楚下边情形吧。蛮荒巨人中的千目族巨人，不过其身上眼珠全都是银白色，显然尚未成年。那只蜥蜴虽然看起来不齐，但既然能让千目巨人如此忌惮，显然也非同小可。这两种怪物中的任何一只，恐怕都有炼虚初级的实力。青木，这可能是一头变异古兽，看来凌云舟就是此兽用舌头击毁的。不过我们就在这里，它为什么没有攻击我们，反而吞了那些虫子？也许嫌我们太小，这虫子才是它爱吃的食物。废话不要多说了，吃龙果大家恐怕都不想放弃吧？此等机缘既然送到我等面前了，再哪怕是孤身一人，也绝对不愿放弃。下面2个可是炼虚级的实力，李兄还真是胆子不小啊！若只是一只巨兽，我会掉头就走；既然有2只在此，可就难说了。哼，不错，两者争斗下来，多半是2败俱伤。那时再出手，自然有些希望了。等他们动手，那要等多久？我们有重任在身，无法在此逗留。就算事情再急，这点时间我们还是耗得起的。这可是只龙果啊，为此耽搁些时间又算什么？此话有些道理，我等出手夺宝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不要忘了，巨人一族可都是秦居的，灵果已经成熟，巨人还和此蜥蜴如此僵持着，说不定是在等其他巨人。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是一定得到下面灵果的。为了此等灵果，冒些风险倒是值得。但就像小仙子所说，不可能在此空耗，灵果也有可能将其他强大存在吸引来的，让他们自己争斗，短时间内不太可能。不如说引开他们，或者激怒他们。若真没有什么风险的话，妾身倒可以同意的。那妾身便祝各位道友马到功成。好吧，既然几位道友都决定出手了，龙某也不好置身事外，但计划一定要真的可行。
这个请骆道友放心，我等小命也珍贵的很，不会贸然行动的。那几位可心中有什么定夺了？我们可以暗自隐匿身形，从两侧分别偷袭下面的蜥蜴和巨人，让他们误会对方发动攻击，不就可以了？说的倒是简单，下边两个古兽不知道神识有多强大，隐匿之法万一被看破，岂不是马上就要身处险境？若说隐匿之术，小妹手中有2张空冥符，只要全力催动下，一般炼虚中期以下修士都不易看穿的。空冥符可是银鸡灵符的一种，对付这两个东西的确有效的。在下手中还有2只银蛟傀儡，每一只都可当元婴修士使用。将符贴在傀儡身上，让他们出手就是。此法甚好，我们也不妨将人分为2组，然后留下一名遁术快的道友隐匿一旁，趁机摘取灵果。只是出手夺取灵果的道友必须身法极快才可，这变异蜥蜴长蛇的喷吐速度可是危险之极的。仙子之言有理，只是出手取果之人危险极大，并且还要我等放心他不会取宝后就逃走才可。的确有些棘手，不知在场哪位道友愿意当这最后出手之人？当然，此位道友也得说出让我等放心的方法来。诸位道友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在下愿意当这最后出手之人。韩道友，你不过化神中期，不觉太危险了吗？不错，韩兄修为的确差了一点。韩某虽然修为不够，但身上还有一件接近灵宝的顶阶瞬移宝物，并且在下的功法有些奇特，在保命上还有几分自信的。哦，韩兄既然如此自信，交给你倒也可以。但是韩兄如何让我等相信，拿到灵果后不会逃之夭夭的？韩兄若是愿意让我下禁制，小妹倒没有什么意见的。在身上下禁制当然可以，但是诸位道友必须让在下也重成同种禁制。哼，万一你取宝不成，出了什么意外，我等岂不是要陪你一起倒霉？这也正是韩某的顾虑。这样吧，阁下若留下什么地压物，我等也可相信你。比如阁下将本命法宝暂交我等手中，再被种下追踪标记，如此的话，我等倒也不去道友真取宝而逃的。这种方法韩某倒可以接受，不过我等要互种下标记，一会儿隐匿行迹行动之时，在下也可知道诸位道友的所在。若是弄兄的2只银蛟傀儡有效的话，说不定就无需在下冒险了。其他人果然也回到了附近，和我一般纷纷悬浮在高空中。几人隐匿之术也不同寻常，不感应标记下，以我神识也无法发现什么。陇东的2只银蛟傀儡竟然也未发现丝毫踪迹。只要下面2个家伙真动起手来，他们此行自然变得简单无常了。看来此傀儡在动手的一刹那间，还是暴露了行迹，被那巨蜥发现击烧掉了。看来此行危险远超预料，不过之龙果关系到以后炼熏级灵药的来源，就算风险再大，也只有硬着头皮冒一次险了。既然傀儡无效，按照原先的约定，陇东等人应该联手设法吸引巨蜥和巨人离开附近，好给他创造取果的机会了。
随着四人挑逗的成功，两只凶兽的注意力渐渐都落在了四人身上。毫无疑问，在摘取灵果的一瞬间，身躯自然无法保持隐匿状态，同时巨蜥和巨人也会马上发现自己。下面做的就是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小命了。此行虽然凶险了些，还耗费了一点元气，但总算灵果到手了。不错，的确是只龙果。这种灵果是炼虚纪灵药中少数几种能遗留种子以反复催熟的灵药，只要再寻到腾云胶，就可以炼制腾龙丹了。哈哈哈，韩道友果然遁术惊人，竟真将此物安然带到了这里。让在下看看，此果是否真是只龙果。龙兄不用着急，还是等其他道友来了再细看也不迟。啊，韩道友说的也是，倒是陆某有些心急了。不好意思，让诸位道友久等了。小妹路过一片密林时，发现了一棵万年的碧灵木，多花费了些手脚，才将其连根拔起。韩兄，灵果应该到手了吧？的确到手了，诸位道友可以先过目一下。应该不假，真的是那灵药。既然东西不假，我们几人就将它分了吧。不过这一串只龙果有6枚，我等就算一人1枚的话也不好分。此事暂时放后，先将每人应得的1枚分了再说吧。李兄所说极是，韩道友，先把其他灵果分给我等吧。剩下这枚灵果，不如竞价决定，价高者得，灵石由其余4人平分。不如以物换物，拿出等价的灵丹或材料，由其余4人平分。诸位以为如何？小仙子之言也有道理，那就依仙子之言吧。碧灵木，这东西催熟的时间长些，说不定还真能有些大用。一行人中，韩立最忌惮和摸不透之人，就是这位看起来和自己修为一般的女子。此女看似年纪幼小，说话简单，但总感到她是4人中给自己压力最大的。沙漠。
难道我们已经到了南镇一线天了？不错，这里的确是南镇大沙漠，也是通往木族最容易过的一条路。早就听人说起过此处了，这里可是经常有木族和影族之人出没的，还是太危险了一些。我们还是先离开这片沙漠。小仙子，这片沙漠两侧，一边是太寿山脉，另一侧是焦渊大峡谷，我等如何赶过去？乘坐此飞车的确有些太惹眼了，我等还是隐匿身形前进吧。在下也没有意见，不过乘坐此飞车的确有些太惹眼了，我不亦可大杀。韩道友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南镇大沙漠下面原本可是一大片火山口的。据说当年天凤河和火鳄在此大战。是吗？在下对此还真不太清楚的。真不知一个人若掌握到真灵级的神通，会是何等滋味。再赶半天路，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的确要稍微休息下，恢复下法力了。咦，那是什么？这里竟然有城镇，还有我们人族，我等都没有看错吧？这里如此偏僻，怎可能真有我们人族？不会有什么不妥吧？让我用化身潜伏过去看看再说吧。错，小城里的确是你们人族不假，里面还有不少高阶修士，化神期的就有7、8位之多，炼虚期的倒是在外面没有看见。不用管什么城市，我们按原来计划行动就是了，无需节外生枝的。这样做不好吧？此事实在有些蹊跷，我等还是仔细探查清楚。不错，这些人是你们族不假，无论凡人还是修士都没有什么问题。炼虚级的现在还无法发现。此地温度清凉了许多，远没有其他地方那般炎热。何用如此麻烦？几位道友到城中一叙不就可以了？老夫一向隐居，几位道友是想过那一线天吧？如此的话，更要听老夫好好唠叨一番了。自然，既然是前辈如此盛情，晚辈等人就却之不恭了。让诸位道友笑话了。老夫一族不久前才从他处迁移至此，颇有数种外界罕见的灵果，诸位一定要品尝。阁下是何意？老夫好心招待你们，你竟敢对贫道晚辈出手！快走！他们都是被影族操控的傀儡。
成功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赤影，你果然是影族之人。你的肉身不错，本尊收下了。你休想！出了些意外，我会带着圣兽亲自追杀那个坏我好事的家伙。你们去将另外3个灭掉。是，尊者。繁华容貌，皆为虚妄。这生机盎然的绿洲，不过是深渊巨口中用来诱杀猎物的一抹香饵。破灭法幕，你竟然修炼有此神通！好，很好。区区一名化神修士，还能撼动我的心神。你刚才的神通还真有些意思，不妨再施展一次出来试试。
你的宝物倒是不少，但是以你这点法力想对付我，简直痴心做梦。看来你也没什么手段了，将你身体交出来吧！韩道友，你无路可逃了。幻术，不对，无论飞剑斩上去的感觉，还是目睹的一切，都如此真切。噬金虫，成熟体的噬金虫。竟然连这等奇兽都不顾了，难道成熟体的噬金虫真有这般大名头？怎么可能？我神识怎会耗费如此之多？难道是……尚未化为成熟体时，并未出现不停消耗神念的现象。起码要先找出神念流失的缘起来。原来如此，只要飞动起来，就会自动吸取驱动者的神念，怪不得损耗如此之巨。若是其他几人未陨落的话，多半还可能在约定地点再次会合。只要完成任务，便可获赐灭尘丹，恢复自由之身。这玉瓶的禁制倒是颇为玄妙，竟能引来这等凶物。小姐姐，龙道友，久等了吧？两位看来都无大碍。我就知道叶姑娘机灵异常，只是李兄恐怕凶多吉少了，而韩兄现在未联系我等，恐怕也……韩道友应该不会简单负担出事的，不妨再多等数日吧。再等数日，现在可是一线天沙暴1年中最弱的时候，顶多可以再等2日。2日？算算也差不多的。韩兄，你也无事就好，大半人都安然，也算运气不错了。诸位道友也都安然，的确是大幸了。到了，前边就一线天了，有了定风珠，足够我们安然往返一次。影族仿佛早就在那里埋伏我们了，里面说不定也有什么圈套。万一真遇到什么事情，
大家各自设法自保吧。